垂直起降最嚴厲的父親耀士憑什麼縱橫天空40年？6月3日，北卡罗来納州櫻桃點陸戰隊航空站5架 AV-8B 耀士2戰機完成了他們在美軍序列中的最後一次編隊飛行。隨着那標誌性的引擎咆哮聲平息，這款在美軍服役超過40年的垂直起降傳奇也終於邁向了夕陽。AV-8B 耀士2，一款英國人不愛卻在美國人手上成為傳奇的戰機。如果你是一個老牌軍迷，一定記得他在航展上驚豔全世界的耀士鞠躬，也一定記得他在真實謊言裡被施瓦辛格開着在摩天大樓間穿梭的科幻身影。在戰場上，他不僅僅是明星，更是美國海軍陸戰隊手中最锋利的短刀，因為他不需要数千米的混凝土跑道以及昂貴的航空母舰，只要有一塊平整的空地或者一艘2栖攻击舰的甲板，他就能为前线陸戰队員提供随叫隨到的火力支撑。這種不講道理的遠征生存能力，就是美軍在近40年的海外戰爭中天下無敵的原因。但今天，這架曾以垂直起降能力驚豔世界的跳躍噴射機，終於要結束自己的航程。那麼，作為人類航空史上最成功的垂直起降機種，耀士到底是如何征服冷戰，乃至後面殺穿中東，一直飛到2026年？美軍又準備用誰來接替他的重任？要聊耀士，我們得先回到20世紀60年代，那個冷戰陰影最重的时期。那時候，幾乎所有北約軍事專家都在研究同一個課題：如果蘇聯人幾千枚的核彈頭瞬間覆蓋西歐所有的空軍基地，他們應該怎麼辦？如果跑道全被炸爛了，那些昂貴的超音速戰機豈不全成了趴在地上的廢鐵？他們還能拿什麼跟蘇聯人戰鬥？於是，垂直起降成了那個時代最熱門的研發方向。美國、蘇聯、德國都在搞。但最後成功的只有英國人的霍克、希德利、耀士。英國人的成功不是運氣，他們当時設計了一種堪稱天才的發動機——羅爾斯·羅伊斯飛馬。它擁有4個可以同步轉動的噴嘴，分布在機身重心兩側。通過改变噴嘴的角度，飛機的推力可以在向下和向後之間平滑切換。這就是耀士能夠像直升機一樣懸停，又像戰鬥機一樣平飛的秘密。既然英國人設計出來了，那為什麼反而是美國人把耀士玩出了花？當時，美國海軍陸戰隊看了一眼這架英國戰機，眼珠子都快掉出來了。這不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遠征利器嗎？陸戰隊的打法從來都是在哪兒上岸就在哪兒開打，他們等不及工兵修好幾公里的跑道，他們需要一種能跟着坦克部隊一起推進，甚至能從2栖攻擊舰那狹窄甲板上起飛的攻擊機。而英國对耀士的需求並不高，說白了，他們之所以研发出這玩意兒，也是因為跟風，結果英國耀士成了美軍標配。1971年，第一代 AV-8A 進入美軍服役。耀士這次入伍，雖然正式開啟了垂直起降的先河，但它也有致命的短板，那就是載彈量太小，航程太短。如果帶滿了炸彈，它甚至无法完成垂直起飛，只能進行短場起飛。在追求極致性能的美軍眼裡，耀士表現顯然是不合格的。於是，當時的麥道，現在的波音，開始對英國原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魔改。他們用昂貴的複合材料打造了一個更大的機翼，不僅減重，還增加了升力面積。這種機翼採用了超臨界翼型，極大地改善了跨音速下的阻力特性。他們抬高了座艙，給了飛行員氣泡式的360度視野，並塞進了最先進的數字航電。最核心的飛馬發動機也被壓榨到了極限，推力增加到了2.1萬磅以上。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AV-8B 耀士2。它不僅繼承了英國人的靈性，更注入了美國人的暴力輸出基因，能攜帶4噸重的彈藥，在簡陋的前沿基地或受損的跑道上短場起飛，然後垂直降落。這意味着陸戰隊指揮官可以把戰機部署在距離火線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這種無比極限的反應速度，是幾百公里外航母上的 F-14或 F-A-18永遠無法比擬的。有意思的是，對耀士的魔改還帶來了一個戰術上的黑科技。軍事迷應該都不陌生，推力矢量控制，即飛行員可以在空中格鬥中突然改变噴嘴角度，讓飛機實現一種違反物理常識的急剎車或順勢轉向。當年美軍飛行員在訓練中用這一招，把那些自以為是的格鬥王牌刷得團團轉。但是瘋狂的飛行方式也意味着更瘋狂的操作風險。大家有沒有聽說過，駕駛耀士的風險甚至超過了某些特種作戰？耀士的入伍讓垂直起降大放異彩，但真正讓耀士在世界武器庫裡確立地位的是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
當時的美軍總司令諾曼·施瓦斯科普將軍對要士讚不絕口，因為他的戰場效能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在那個滿是沙塵和高溫的伊拉克荒漠中，由於地面跑道距離前線太遠，或者時常遭到破壞，常規戰機往往需要漫長的飛行以及多次空中加油才能到達目標區。但一般情況是，等他們飛到目標區，黃花菜都涼了，海軍陸戰隊的 AV-8B 卻能直接部署在靠近前線的臨時草坪或受損公路上。他們像一群永不疲倦的黄蜂，每天進行高频次的飞行，貼着地面為陸戰队坦克群清障。不僅能投掷常規炸彈，還能利用精密紅外吊艙在夜間獵殺伊拉克的坦克縱队。整個海灣戰爭期間，美軍出動了86次 AV-8B， 飛行了3380架次。儘管飛機沒有隱身外殼，但由於其部署極度靠前，反應速度快得驚人。只要地面陸戰隊員呼叫，他們往往能在幾分鐘內就出現在地平線上。無敵的保駕護航能力讓海軍陸戰隊在面對蘇式裝甲洪流時底氣十足。到了之後的反恐戰爭， AV-8B 迎來了他職業生涯的黃金時代。在阿富汗那荒涼多山且缺乏基礎設施的赫爾曼德省，他是地面部隊唯一的守護神。由於 AV-8B 能從2栖艦艇上直接起降，他避開了陸地基地漫長的外交協調和後勤線，基於海上的遠征能力又讓陸戰队指揮官在戰場上擁有了絕对的自主權。為了適應21世紀的高強度空戰，美軍給他進行了一次換眼手術。他們把原本給 F-A-18 大黄蜂配套的 AN/APG-65 雷達強行塞進了要式的小機頭裡，這就是 AV-8B Plus 型。它從此具備了發射 AIM-120 中程空空導彈的能力，從一個單純的對地鏟車變成了一個具備超視距打擊能力的全面手。在打擊中東極端分子的行動中，它依然活躍在第一線，精準投掷制导炸彈，清除每一個顽固的掩體。40年來，美軍幾乎所有的主要海外軍事行動都留下了這道獨特的引擎轰鳴聲。它曾出現在巴爾幹半島的陰雲下，也曾出現在利比亞的海岸線上。它甚至在加勒比海參與過南方之矛打擊行動。要士成為了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的象徵。因此，即便是在2024年，最後2名飛行員完成资格訓練，再也没有新飛行員駕駛這款戰機，陸戰隊依然對這款飛機保持敬畏，因為它代表了一種不依賴基地的自由。既然要士幫美軍立下過無數汗馬功勞，美軍又為何要將其全部退役？其實這正是要士光環下的陰影。它不但是傳奇戰機，同樣還是傳奇的寡婦制造者。如果說開 F-15是在高速公路上開跑車，那麼開 AV-8B 就是在高空中踩着鋼絲跳舞。垂直起降雖然看起來科幻，但它對物理定律的壓榨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在懸停模式下，飛機不再依靠機翼產生氣動升力，而是全靠那4根細細的噴管噴出的炙熱氣流撐着。這時候，如果引擎發生哪怕一丁點的推力不平衡，或者一個噴嘴同步失效，戰機就會瞬間發生翻扣。這種失控往往發生在幾百米的低空，留給飛行員彈射逃生的時間通常只有不到1秒。美軍統計數據顯示， AV-8B 的事故率長期以來一直高於其他固定翼戰機。極高的操作難度要求飛行員必須擁有鋼鐵般的意志和極其精準的手感。一個頂尖的要式飛行員不僅要學會空戰和轟炸，還要學會在晃動的2棲甲板上進行微米級的悬停降落。這在狂風大浪、能見度極低的深夜，簡直就是一場拿命在搏的豪賭。除了飞行風險，由於機齡嚴重老化， AV-8B 的維護成本也成了五角大樓的噩夢。那台飛馬發動機精密度極高，內部的旋轉套件在長時間的高溫高壓下极易損耗。地勤大爺們為了讓這些老家伙保持隨時出擊的狀態，常常需要不眠不休地進行全身大檢查。很多零件早就在幾十年前停產了，美軍甚至需要從亞利桑那州的飛机坟場裡拆旧件來修補。而且要式的載彈量雖然在2型上有了质的飞躍，但依然无法携帶美軍最新的重型穿透彈药。它的航电系統雖然經過多次魔改，但在面對現代數字化電子戰壓制時，依然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最關鍵的一點是 AV-8B 是典型的非隱身戰機，在那個雷達探測距離越來越遠，防空導彈像不要錢一樣發射的現代戰場，要求戰機必須抵近到敵人頭頂扔炸彈的攻擊方式，確實已經不符合現代戰爭的戰爭方式。因此，美軍的海軍陸戰隊規劃人員想通了，情懷不能當飯吃，生存力才是第一戰力。他們需要一種既能保留要式這種遠征優勢，
又要隱身、能超音速、能聯網作戰的怪物，用它來替換已經被時代淘汰的鑰匙。這架戰機，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那就是 F-35B。F-35B 的出現，標誌着鑰匙這種機械式垂直起降技術的徹底落後。F-35B 採用的是更先進的軸驅動升力風扇系統，不僅效率更高，而且電腦接管了大部分高風險操作。飛行員只需要像玩電子遊戲一樣按下按鈕，飛機就能自动完成完美的垂直降落。這就意味着，那群靠純手動對抗重力的老牌飞行員群體，正式走到了歷史的盡頭。但这不僅僅是機型的更替，更是美軍全球投送邏輯的一次代差級跨越。只是當最後一架 AV-8B 滑入飛機墳場，美軍陸戰隊的航空兵是否還能保留那股在哪都能打的狠勁儿？2026年6月，当地223攻击中队降下他的钥匙旗帜时，也同时開啟了 F-35B 的新篇章。很多人覺得 F-35太貴太嬌貴，不如老姚子在泥地裡滾得開。但我想說的是，現代戰爭已經完全變了，分布式作戰深入人心。我們可以看看美軍正在印太地區的部署，他們不依賴大型空軍基地，而是讓無數個隱身火點散布在區域網之間。F-35B 就是這個網裡最核心的起眼。它不僅繼承了 AV-8B 那種有塊平地就能起飛的遠征特性，更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超能力——傳感器融合。以前的鑰匙飞行员只能看到雷達屏幕上的亮點，而 F-35B 的飛行員能看到一整片海域的所有實時3维动向。在美軍看來，它不僅僅是一架攻擊機，它更是一個隱身的情報中心，能指揮身後的導彈巡洋艦和無人機群發起協同攻擊。這種從單打獨鬥到體系大腦的進化，正是美軍為了應對未來的印太衝突而布下的狠招。總的來說，即便鑰匙已經退役，但它開創的垂直短場起降理念卻被 F-35B 發揚到了極致。美軍陸戰隊現在正在演練一種戰術，幾架 F-35B 在臨時的簡易補給點快速加個油掛個彈，幾分鐘後就重返戰場。極高的出勤節奏和不可預測的起降地點才是美軍最大的王牌。AV-8B 已經飛向了西洋，但它的血脈依然在 F-35B 那巨大的升力風扇中跳動。目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海軍依然保留着少量的鑰匙机队，但這也不過是餘暉下的最後幾分鐘。隨着美軍全面邁入5代機時代，機械式拼殺的古典主義空戰已經正式落幕。按照退役規劃，最後一批美軍 AV-8B 将被送往博物館，或者在亞利桑那州的荒漠中静靜守望。他們曾見證過一個超級霸權的崛起、實戰與轉型，也曾為無數陸戰隊員當過最堅強的後盾。當你下次在博物館看到那個長着4個大噴嘴的龐然大物時，請記得，他曾是西太平洋和中東天空上最讓人放心也最讓人恐懼的跳躍幽靈。他在告訴世人別惹美軍，因為他們不僅能從關島飛過來，還能從你家後院的空地裡鑽出來。好了，本期關於美軍鑰匙戰機退役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大家覺得靠重力換動力的機械結構真的比現在的數字電傳控制更具有飛行魅力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各位的精彩見解。感謝大家的點讚、訂閱並轉發，我們下期視頻再見。